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假日好，欢迎您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还是很关心哦。现在美伊哦，虽然看似休战哦，但是在外交谈判桌上哦，也是不平静。好，我们看到美伊局的谈判哦，现在似乎已经是破局了。好，亲伊朗人士一轮有观察到，他们有怒批说你美国根本不是来谈的齁。好，我们看到美伊的第3轮会谈结束了，现在要改磋商的形式来持续的谈判。好，原本美伊双方是在巴基斯坦有举行面对面的会谈。好，但是最新在当地时间的12号凌晨是暂时告一个段落。好，但是你可以看到不管是范斯还是伊朗的国会议长，他们在双方谈论的冲突跟歧见都非常的大，所以谈判没有取得突破，最后就由专家团队持续以交换文本的方式来进行磋商。好，那大家看到这个就想说到底双方的歧见有多大呢？我们先看到伊朗主要开出的4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对赫姆兹海峡要完全的控制。好，第二个就是美方要支付伊朗战争赔偿，但是美国公司不能参与投标。第3个是无条件的解冻所有伊朗海外资产跟账户。第4个则是立即停止所有攻击，尤其是针对黎巴嫩。好，那伊伦认为伊朗的第4点，或许美方还算有意愿，但是你说了第1点要对赫姆兹海峡完全控制，川普才不会要嘞齁。还有说美方要支付伊朗的战争赔偿，我们之前在节目中有谈论过了，如果美方真的支付，就代表是他们输了。也不可能。好，所以光这4个条件有2个就完全不搭嘎哦。所以呢，问题卡在哪里呢？其实呢，15个小时的谈判说问题卡在最大的就是一个议题，赫姆兹海峡就是谈判的症结。好，美方当然是要求要立即的开放赫姆兹，但是伊朗是坚持说，唯有达成最终协议，他们才会开放这条关键的航道。好，所以美国跟伊朗双方总共谈的是21个小时，所以有21个小时3轮的会谈，前15个小时都卡在赫姆兹的议题上面。当然我们看到美方这次派的代表是他们的副总统范斯，范斯也特别有在第3轮的结束之后召开了记者会，宣布了坏消息。他说我们尚未达成协议因为伊朗拒绝接受我们的条件。好，那当然美伊的谈判破局，他就是范斯最终是丢了一个最终方案就离场了。他说美方在谈判当中已展现了相当程度的灵活性跟诚意，而且清楚的列出可以接受跟不可接受的条件，但是伊朗没有接受，所以双方的谈判是陷入了僵局。那他也特别讲说，这次的谈判没有办法突破核心的原因，也在于伊朗没有放弃发展核武，对这件事情做出了明确的承诺。好，那如果伊伦是伊朗的话，我也不会放弃因为核武对很多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武器。好，那当然伊伦补充一下范斯呢跟伊朗会谈没有达成协议之后，外媒报道说在当地时间的早上7点08分，是台湾的今天10点08分，他登上的是空军2号。离开了这个巴基斯坦。好，那当然伊朗的副总统就说美国代表如果以以色列优先就不会达成任何的协议这是伊朗的第1副总统阿雷夫。他说，如果伊朗在巴基斯坦与美国优先的美方代表来谈判，很可能达成对双方都有利的共识。但如果面对的都是以色列优先的美方代表，就不会达成任何的协议。但是我们也看到就算这个协议当中大家谈的哇，这个风起云涌但是这个川普到底是怎么想呢？他自己说哎呀，是不是达成协议都无关紧要啦这个时候他又放话了，每天乱放话每天都是在那边话休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突然又转发了海上封锁的文章是暗示这个威胁下一步说我们是否达成协议对我来说完全无所谓，因为已经赢了，我们在军事上打败了他们。好，那如果真的打败了，还需要谈吗？好，那当然美国的前代表也有警告。好，刚刚我们川普的这个说法呢，其实我们有截录了一段，我们带大家来听一下。We'll see what happens. Look, regardless, we win. Regardless what happens, we win.
We've totally defeated that country. And so let's see what happens. Maybe they make a deal, maybe they don't. Doesn't matter.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merica, we win. One other thing that's happened. 好，那当然，美国的前国务院中东谈判代表米勒则说啊，伊朗是握有比美国更多的筹码，包含的是高浓缩铀跟对荷姆兹海峡的掌控，那宁可承受美以两军未来的攻击，那也会使得谈判陷入了僵局。好，那我们再看到就是啊，其实没有跟伊朗来协调，美国的军舰做了一件事情说啊，11号他们穿越了荷姆兹海峡，说这次是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军舰首次通过这个海峡，而且没有跟伊朗协调，那当然是希望能够提升商业船只通行的信心。好，所以川普又讲话了，他说啊，伊朗用来布设水雷的这些28艘的布雷艇都已经潜入了海底。那所以剩下的威胁只剩下有一些船只可能会误触水雷。好，那伊朗的国营电视台当然也有一些报道说，对于美国军船舰发布了警告，说如果进入了荷姆兹海峡，将在30分钟之内被攻击。好，说啊，这个英党里头听到这个伊朗是曾经发出过2次的最后警告。好，那目前看起来这个美国军舰其实是已经掉头就走了为什么呢？彭博报道说啊，在伊朗革命卫队发出威胁，而且向舰艇发射了无人机之后这艘美国的军舰才掉头返航，所以他们是有侦测到了这个伊朗这边有一些无人机的动作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威胁性，所以赶快离开。好，我们还是看到了大家最关心的美伊第3轮谈判结束我们这个范斯无功而返所以已经离开了巴基斯坦。我们先问介大使怎么看？对，这个其实这个谈判叫还没有达到协议，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完整的谈判，双方还有条件互相没有接受，大概就是这样。这是谈判的第1回合接触，那这个谈判还在继续进行，只是就透过其他的管道再继续进行我看出来释出了很多影片，其实双方看起来这个外交谈判人气氛还不错对，双方都面带笑容，那个神态都还蛮轻松的，尤其伊朗的谈判代表脸上也有笑容，我觉得这一点就表示说双方都有刻意要营造一种气氛就是说对这场谈判是非常重视的。那当然，这场谈判进行21个小时，这里面现在的谈判，其实谈判代表其实就是在第一线，这个执行后方的命令，然后遇有这个他自己不能决定，就立刻打电话回去请示。所以这场谈判你可以看出来，基本上记者会的时候，那个美国记者就问那个范斯说：“你中间有没有跟川普总统联系啊？”他说大概10几20次都有，随时都在吧。他说我不只跟川普在联系我还跟军方的还有国安会的高层都随时在联系。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谈判的，大家都在怎么样，在打一个很复杂的棋局双方在博弈那第1回合没有达成协议，这个我一点都不意外，我认为必然发生，因为这个戏一定要演，而且并没有说这场谈判破裂没有人宣告破裂，只是说还没有达成协议。那川普的所谓的动武的时机就是说停火时机也有2个礼拜所以时间是充裕的。很多谈判都是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这么充裕的时间之下，要达成协议的话，其实对两边回来都不好交代。一方面你一定要有得有失，我们刚刚讲这个伊朗要的4点，对，美国一定也要了4点。对，然后最后大家就可能你拿2点，我拿2点，另外2点大家交换，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个需要点时间，而且还需要演一些戏，那不会这么快就达成的。所以我认为这个范斯的记者会的一开始讲话，话中有话，他说我们进行了很多实质的意见交换。substantive， 所以这个就很重要那而且第1回合21小时，双方的高层都在幕后，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双方的高层都有这个政治意愿去把这场战争结束。
那这中间会有很多的什么，都会有很多的这些枝枝节节。也就是说，当时川普宣布说，哎，我们已经要跟伊朗同意要把荷姆兹海峡开放，所以我们已经同意停火2周，然后双方要开始谈判，对，那以色列就开打了，对，以色列就抓到一个空子就打哪里？打黎巴嫩，打到最后是不是会影响这个大局呢？看起来没有影响，看起来伊朗说我这个立刻封不荷姆兹海峡，我不谈判了。其实后来不是11号，昨天还不是就去谈了，所以大局是很重要，他们是双方有这个意愿，这些中间的这些想要破坏这个谈判的会不时的发生，不过我觉得这个在还有一个时间还有一段缓冲时间来讲的话，双方也没有那么急的要达成协议，戏总是要演一演的。哎，你走到过程中，我要有一个过程，走一个很困难的过程。最后呢，打出来，达到的协议的话才值钱，才香一去就达成了，那有什么？政治人物有什么好得的？政治人很会演戏的。是，所以就不像战争这么无情嘛，炮弹打来打去，飞来飞去。外交谈判上面稍微要优雅一点要慢条斯理一点。好，君怎么看？我认为这个双方，美国跟伊朗双方互信薄弱，他们没办法信任到对方。所以这个谈判想要达成共识，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我认为非常困难。那军事上的话，美国又力有未逮。这个打了40天的这个伊朗战争，美国还没有把伊朗拿下来。那这样拖下去的话来看，那美国是说美国赢了，结果美国赢在哪里呢？这个伊朗的神权政治依然巩固，然后伊朗的核武浓缩铀依然在那个地方，所以美国想要达成这2个战略目标，到现在为止也只能自我称胜、自我获胜，但是却没有这2个战略目标并没有达成。伊朗也看到美国这方面的短板，因为美国它不进行地面战，如果进行地面战的话，美国调兵遣将，要有更多的这些军力要投入，那美国不愿意重大的牺牲，那伊朗他就有底气了，反正继续玩下去嘛，你要不敢地面战没有办法，要伊朗放弃核武，那只有2个条件，伊朗会放弃。第一个，美国把它夺控掉了。整个浓缩铀通通拿走，你在福尔多的浓缩铀拿走，在伊斯法罕的浓缩铀也通通拿走，美国有这个能耐吗？没有办法，这要地面战了，特战部队可能都没办法，因为可能伊朗直接就把它炸了，让你这个山洞根本让你进不去，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这个美国的这个任务执行的困难度非常之高。第二个，你要伊朗放弃后，伊朗讲你让以色列把那个核武先放以色列有100枚核弹你先把以色列那个核弹先交出来，那以色列会答应吗？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那所以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伊朗有提战争的赔偿要美国来赔嘞。美国从来没有过，你看打越战、打韩战、打伊拉克战争、打海湾战争、打阿富汗战争，美国什么时候赔过？没有赔过钱你现在叫他赔，那以后美国都不敢打仗了。那打任何国家都要美国赔，为什么？你赔伊朗，现在要不赔我吗？不可能开这个先例嘛。那美国会接受吗？伊朗就提出来了，所以你看看，他也看出美国短板。这个时候2个礼拜的这个停战了，他的军舰来了，你为什么平常不来？停战的时候来了，然后他如果在开战的时候来了试试看，为什么？因为美国知道，伊朗虽然海军已经被美国歼灭了，但是伊朗的地对舰的反舰飞弹还完整，都在山洞里面。你看，一叫他离开，真的就乖乖赶快离开。为什么？我有地对舰飞弹还没有出动没有海军，他没有办法以海制海，但是他可以以陆制海，地对舰的反舰飞弹打下去。所以你看看，他就是利用这时候过去。你看看只要一开战，可不可能进去？不敢通过了嘛，因为一饱和攻击这个地对舰的飞弹过去，还有空中的这个无人机过去，那美国的飞弹巡洋舰就被炸沉了，那怎么办？上面300多个官兵怎么办？是这个问题很大，所以伊朗也看出美国限制太多，而且他这一次打仗并没有打得很好，这个拖那么多时间还没有办法获胜，让伊朗有底气了。是，所以你看外交谈判的同时你看美国军舰也有相关的动作，但我原本以为伊朗会有一些反击的行动，可见在外交谈判的这个逻辑时间轴上还是有所克制。彬哥，其实我们本来就估计这个谈判不可能这么顺利的，如果这么顺利的话，那就是表示双方之前都在打假球，都在演戏。那
现在为什么双方愿意谈判？因为其实双方都呈现一个精疲力竭的状态。美军现在也缺弹药，也缺很多的相关的后援的设备，所以美军正在借由这个时间在补强。那伊朗也要争取喘口气的空间，所以谈判不顺利有什么好意外？一点都不意外，就是继续拖。实际上他们放弃了这个谈判吗？也没有啊，因为现在是范斯他们先离开，可是他带去的专家继续正在跟伊朗专家正在讨论，所以这个谈判其实还是在继续。那至于说什么时候会有结果，我觉得没有那么快，因为双方旗舰差距太大。其实伊朗当然也知道什么叫美国赔偿战争赔偿，让他完全控制荷姆兹海峡，或是什么立即停止攻击这个黎巴嫩，这些都是美国不太可能会做到的事情。所以他只是先叫板嘛，先就是喊牌，然后美国这边也开出很多条件了，那双方再来慢慢再来谈。我认为现在就是双方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到底在什么地方。我就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整个川普内阁里的团队里头最反战是谁？其实是范斯，然后就派他来谈。其实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川普是有意放，也就是川普虽然讲了一副我不在乎无所谓，我们已经赢了，可是那是川普习惯性嘛，他永远都是赢的，永远都是最厉害。那可是呢，在另外一方面，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谈判其实已经不重要。那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他其实想抽腿。我认为川普其实想抽腿，只是他要一个很漂亮的抽腿方式而已。那所以现在这个谈判就先进行到这样一个滑水区，然后你看美国马上就派人来试探了，我军舰先过去看看你会有什么反应。那军舰是不可能在那边作战，为什么？因为距离太近了，它距离它那个海峡最窄的地方只有30几公里，所以等于从伊朗岸边打到你的船上只有10几公里远。所以这什么意思？你知道，它的反舰导弹1分钟之内就可以打到你。哇哦！来不及反应啊！对啊，你根本没有什么反应的时间，所以你看他无人机一派出来，美军掉头就跑，因为那个地方根本就不适合军舰作战。所以我觉得现在双方都还在试探彼此的底线，你大概能够容忍到什么程度？那双方其实也在看另外一个变数，就是以色列，因为以色列现在勉强被叫停了，可是他会停下来吗？以色列纳坦雅胡，我看他会继续打，对啊，他会持续的去攻击黎巴嫩。那双方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谈判就谈不下去破局？其实看起来也不会。为什么？因为你看伊朗的容许度是很高的，即使发生零星的战斗，伊朗还是没有放弃这个谈判。所以我觉得双方都有谈的意愿，只是现在还在等待新的契机出现。好，刚刚彬哥讲到了以色列，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继续就来谈以色列。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是美国跟伊朗正在谈判当中。好，不过刚开始川普宣布停火之后，其实有一个地方持续的被以色列轰炸，就是黎巴嫩。所以现在以色列跟黎巴嫩之间呢，他们也要有一些相关谈判呢，是说在这个14号礼拜二的时候，会在华府这边来进行谈判。好，那当然我们看到了纳坦雅胡啊，他还是有特别讲说啊，这消灭真主党是以离谈判的前提。然后他说呢，有提出2项的条件，一个是解除真主党的武装，第二个是达成可持续数代真正的和平协议。好，从纳坦雅胡嘴巴讲和平哦，一轮觉得这个就是摇头哦，对。好，那当然黎巴嫩总理取消了访美行程呢，说此前伊朗威胁称，如果真主党被边缘化，就会带来安全风险。好，这是黎巴嫩总理就说啊，鉴于目前国内的情况，他决定推迟前往联合国跟美国的行程。好，那当然在此之前呢，这个德黑兰也有警告黎巴嫩哦，说如果黎巴嫩在即将于华盛顿举行跟以色列直接会谈当中排挤真主党，就会有一个安全风险。好，当然现在黎巴嫩哦，看似左右为难嘛哦，那当然消息人士也说啊，以色列要将法国排除在跟黎巴嫩的谈判之外。那这是以色列官员说啊，这个法国啊，过去1年的行为哦，那旨在限制以色列在伊朗作战时候的举措，以及完全不愿意采取具体的措施来帮助黎巴嫩解除真主党的武装。那以致以色列认为法国是一个不公平的协调人。好，那当然以色列现在还是持续的有在空袭黎巴嫩呢。我们看到从11号的凌晨开始，相关画面曝光了，你可以看到这个又对黎巴嫩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那据传啊，向贫民区投掷的
是白磷弹呢，白磷弹大家记得吗？在乌俄战争的时候，我们曾经讨论过，已经造成的是至少27人的死亡。好，所以刚刚一轮说的没错吧？从纳坦雅胡嘴巴里面讲和平，真的是再噗呲不过了哈！你对平民区来投掷白磷弹，非常的残忍哦。好，那当然真主党说啊，有向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军队来开火。那以色列北部遭受到40枚的火箭弹攻击，也带大家来看画面哦。因为部分的火箭弹被防空系统拦截，但有一些还是落入了空旷的地带。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但是北部的城镇10落米的一栋建筑物受损。那以色列国防军后方司令部也宣布对以色列北部的战时指导方针进行调整，也对集会的人数来进行限制。好，那当然，美国、以色列当然现在大家关注啊，领导人到底的态度是什么？有人认为男人最怕就剩一张嘴哦，这个纳坦雅胡也是这样子我们看到纳坦雅胡的这个部分他是指着中东的地图来表示说尽管美伊正在进行和平的谈判，但是针对伊朗战争仍将持续。以色列被意图扼杀的敌人所包围。那还指出说像是伊拉克、叙利亚跟也门他更表示伊朗只是开始。他对着地图在跟大家讲他的这个状态，目前这个以色列的威胁是如何。好，那当然他也说美以联手会成功的摧毁伊朗的核子与飞弹计划。他讲美国跟以色列的联手军事行动是已经成功的摧毁伊朗的核子还有弹道飞弹的计划，说伊朗已经没有任何一座仍在运作的浓缩设施。所以纳坦雅胡真的是越看越像川普连说话的方式都越来越像。川普的发文则是特别讲到美国已经摧毁了伊朗的，包含是他们的军队，尤其整个海军、空军以及其他的一切说他们的领导阶层已经完蛋了。但是如果你听信假新闻，我们就会输。那现在美国的海军驱逐舰也配备了不知名武器的新型发射器，因为美军最近跟伊朗的冲突也凸显了像是无人机威胁的范围跟规模正在扩大当中。美国的海军驱逐舰卡尔 M 莱文号上面出现了一种新型不易辨认的一个发射器就是我们图上的这个我们把它放大来给大家看。美军正在探索多种方案，那以便在各种军舰上面整合成本更低的无人机拦截器。那当然就是因为无人机的威胁越来越大嘛。那当然美国海军呢现在也在波西号维修的工程上面耗费了8亿的美元，但是整体的维修进度真的是历经好多年但是只完成了22%，所以如果要完成后续的进度就是会把总成本飙升到30亿美元。所以现在美国的海军部长费兰他就说这个波西号的维修成本真的是非常高几乎等同于一艘全新的维吉尼亚级的前舰的65%，所以如果要继续烧钱的话，它绝对不会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所以看到现在美国它的这个武器也确实出现了一些状况那这当然在好几次战争当中，大家也越来越有这种感受。好，我们看到了以色列跟黎巴嫩在周2要谈判了，但是纳坦雅胡的条件看起来。这个我看黎巴嫩也不会同意你看两方的部分都在谈判但是谈判的部分真的是都有很大的出入跟起见。我们先问介大使。对，因为这个是川普总统施压，所以以色列还是要听川普而且川普尤其对盟友来讲是更不好惹，惹到川普的盟友的话，事实上的话有时候下场比敌人还惨，所以川普还是有杀伤力的。那为什么会突然以色列愿意跟黎巴嫩政府谈判？那就是因为伊朗抗议伊朗说这个事情，以色列攻击黎巴嫩，那个就是美国跟伊朗宣布说我们要停火了，我们要谈判以后，伊朗就猛攻以色列就猛攻黎巴嫩。他打黎巴嫩不管任何理由，不过在当下打黎巴嫩理由就是要破坏美国跟伊朗的谈判。那这个时候就是测试川普是真想谈还是假想谈了。对，伊朗一定会跟美国讲说你们要控制一下以色列，如果你们控制以色列我们就不谈了。那可见这个问题上美国就是应了这个伊朗的要求硬是把这个以色列跟黎巴嫩政府一起押到这个华府来进行谈判。
所以昨天的这个会谈啊，昨天这个范斯跟伊朗高层代表团的这个谈判才能够顺利进行。可见在这个问题上，川普是把谈判放在以色列的立场之上，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以色列也不得不从。当然，内塔尼亚胡讲什么，我觉得他有他自己的目的，他有他眼下的目的，对不对？那中期的目的、长期的目的，为他自己，也同时也为以色列，其实也更为他自己。不过就以色列来讲的话，这个国家的生存基本上就是战争，这个国家的长远发展也是战争，因为2次大战结束的时候根本没这个国家，他如果不靠武力的话，他连现在的2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也不会有，所以每一次战争他就扩大国土。这一次他已经在黎巴嫩的这个南部，也是以色列的北部，把所谓的缓冲区往前推了40公里啊。这些缓冲区以后就是以色列的国土。以色列过去很多就是从缓冲区进入国土的，现在约旦河西岸，对，这些是照这个联合国的协议，约旦河西岸应该是巴勒斯坦国的领土，可是以色列就在那边设立屯垦区，然后屯垦区说我不安全，受到当地居民巴勒斯坦人攻击。废话，你跑到人家家里搞屯垦区，然后呢，因为我要把我屯垦区扩大安全，我就要往外推20公里的缓冲区，就屯垦区就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是以色列国家，我说生存也好，它还有发展，它的发展的唯一的选择就是战争，就是从旁边的国家的领土里面瓜分，把它瓜分过来，蚕食鲸吞。所以呢，这一次我觉得就是说，他事实上的话，内塔尼亚胡是真的踢到川普的铁板了。川普说你不能再打了，当然小打可以，你像上次10次攻击10分钟，100次攻击，就造成了300多人死亡，将近1000人受伤，大屠杀，对，所以那个是几乎让伊朗说我不谈了，那是川普绝对不愿意发生的事情。那另外一看，我是前一阵子看了一个报告，就是美国的核子潜艇为什么维修这么贵，而且这么长的时间。问题就出在它那个核子反应炉，你那个船坞进到那个船进入干船坞以后，你要先放2年呐。为什么要2年？因为那个核子反应炉你要把它冷却就2年。哇！然后你要再来处理，最难的就是核裂防，它高度的放射线污染的东西，所以要把它冷却下来就2年。所以这些船进去没有3、4年不出来，那发现问题的话就根本就出不来了，所以非常的昂贵，所以才会有这个东西就变成到底还要不要修的问题了。是。好，所以我们刚刚也谈到了这以色列跟黎巴嫩，那当然有一些这个以色列的攻击，我们也要接下来问是将军，因为以色列采取的是扩张主义，那扩张主义它一定要侵略。那现在的在南部的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已经大概消灭差不多了，那现在目标它转移重点到北部的黎巴嫩，所以黎巴嫩就倒霉了，因为它会一个一个来解决。那以色列都是3步骤，先缓冲区。再变成屯垦区，最后面整个就变成占领区，就变成他的了，因为划入他的国土。那他占领，他缓冲区是第一步，再来是屯垦，再来就整个就划入版图，是这样。那这个目标就是黎巴嫩要去面对的。你看他这次使用白磷弹呢，那白磷弹温度800多度那个打他身上的时候，你会把你烧进去，烧到骨头，烧穿，你会痛不欲生，你不想活。800度，我们要100度都可以把肉炖熟了。100度我们炖都是100度你800度，你想不想活？烧到骨头，你知道是生不如死。所被烧到的是说，你给我一枪，就这个状况。因为他太痛苦了，没有办法，他都用白磷弹，看他多残忍。而且是对的，是这个黎巴嫩的，而且可能是老百姓在那边不只是军人，老百姓就被烧到了，可能也是小孩。那个战斗是不得了，那没办法灭掉的白磷弹它放在火里面，它还在烧嘞。为什么？因为它可以抢那个 H2O 的里面的那个氧，把它抓过来嘞。它是磷嘛，它连水它都要去抓，让它去还原，是这个样子。你看，所以这个以色列，我认为川普想要纳坦雅胡在
黎巴嫩的南部地区这个停战停火，我的困难度非常高，因为纳坦雅胡好不容易把川普拉下来打伊朗，他这是好不容易，那继续玩下去吧，因为下一次他们会知道，不要再玩了，因为知道为什么所有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没有一个人愿意穿这个美国去开放荷姆斯海峡，因为就是帮以色列啦，所以没有个国家愿意啊。他们不是不愿意帮美国，是因为以色列的关系，因为加进去那就是帮以色列了嘛，是这个样。结果他们全部都不说，全部都不讲，那其实答案就在这边嘛。那现在美国说胜，我认为美国并没有胜利。他在伊朗，伊朗现在的导弹最起码还有1000枚，最少。那无人机更不要去讲，因为都在山洞里面嘛。那所以那个川普要讲的，他都可能都被偏听了，然后这情报都错误了。为什么说伊朗已经没有战力了？其实伊朗还是有战力，伊朗还在整补了。对啦，所以因为美国打了真的也很久了，那这也是一场消耗战嘛。所以我们看川普的话，也知道 maybe 他是偏听，那也有可能是他知道内情，他也要讲得很大声啊。彬哥，纳坦雅胡说他要跟黎巴嫩谈的条件是要先解除真主党的武装，那就不用谈了，基本上就不用谈了。为什么？因为真主党比黎巴嫩国防军实力强，他怎么可能？黎巴嫩国防军怎么可能去解除真主党武装？真主党不解除国防军的武装就不错了，所以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他在干什么？他其实就是故意提出一个你根本达成不了的条件，所以我好继续攻击你而已，目的就是这样子而已啊。纳坦雅胡当然不想停，因为他好不容易逮到这个机会，可以让他第一个让他避免去面对司法的这个对他的这个裁处，那另外一方面又可以让自己变成这个拓展疆土的英雄，他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所以他不会想要让这个战争停下来。现在就看川普有没有办法拉住纳坦雅胡，让他不要再暴冲。可是这个纳坦雅胡一定会想尽办法找尽各种方式，因为其实以色列人大部分还是支持他的。虽然以色列经过这1个多月，其实生活很辛苦，但是很多人都觉得苦归苦，但是我如果能够借这个机会一举把这些伊朗干掉，把真主党干掉，他们是愿意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这个战争本来就不是这么容易结束的。那纳坦雅胡说他已经解决了伊朗的这个核设施跟导弹计划，那你不是就应该停战，对不对？正常来讲不是应该停战了吗？那你为什么不停战？所以他还是不想停嘛，因为他就是要达成他的目标，他希望最好能够把伊朗这个政权全部干掉，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趁这次干掉伊朗，只要等到伊朗休养生息之后，他回来会更让以色列头痛。因为这一次的战争已经凸显一件事情，美国跟以色列的高科技防空武器对伊朗的这些低成本的无人机跟导弹，他们非常划不来。你打久下去不是个事儿，所以美国现在也在赶紧要研发一些新的拦截无人机、拦截导弹，而且很便宜的东西才能够对抗它。所以美国现在也在加紧测试。但是问题来了，美国现在有没有这么多的能量？然后习惯于使用高科技武器的美军，他能够接受相对低科技的东西吗？这个就是难题了。像核潜舰，现在问题就出来，这一艘潜舰，你知道在里头躺了多久吗？它2012年躺到现在啊。它本来2020年的时候，那时候传出来说，美军终于想办法挪出了3亿多经费，可以开始维修了。结果一修，又2020年到现在又6年，就越修发觉问题越大。为什么？因为一直在拖延，一直在拖延。理由很简单，不是真的很难修，而是因为美国的顺序是这样：它第一个战略武器就是航空母舰跟那个导弹潜舰，这些是最先要去切割核子反应炉去维修。那这个是攻击潜舰，就会摆在比较后面的顺序，所以他就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到现在干脆不修了。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国际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浅秋好，各位朋友好。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浅秋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政大国关中心研究员严正声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当然，今天最新的消息，国际消息里，
美伊谈判破局了，双方已经各自回家了。先前堆叠，好不容易真的坐上了谈判桌，那双方给的条件都开很高，双方也都说我已经赢了，我来巩固胜利。那么最后21小时谈判破局。Vance 副总统是负责代表谈判的这一方他说，尽管双方多轮的实质讨论提出了最终他认为已经是最佳方案，美国给你可以最好看的这个结果了，但你们伊朗还是拒绝，尤其是一个关键核心是核武发展，他没有办法做出明确的承诺。那 Vance 说，我们带着一个非常简单的建议离开这里我们是最终也是最好的建议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底牌，我没有办法再让。所以你要接受就接受，不接受就拉倒是这样一个姿态的。但伊朗的说法是，由于川普美方贪婪跟野心，所以双方没有达成协议。那么伊朗发言人还曝一些面谈的细节，是美国在背信弃义。多项的议题里头包括了荷姆斯海峡啦、核问题啦、战争赔偿啦、解除制裁啦，还有全面终止针对伊朗地区的区域战争，也就是所谓的停火，保证不再攻击伊朗这件事情都没有办法得到正式的这个同意或者是让步，那么让他们认为美国跟以色列在第2、3次战争中所犯下的严重罪行绝对不会宽恕。现在到底还有没有可能再谈下去，真的没有人知道当初大家都很难乐观的看待这次谈判，因为双方条件都拉得太高了但是美国伊朗这次谈判呢，昨天我们节目本来有插播消息，说是路透社报道说，美方愿意同意一个前提，叫做解冻这个伊朗在其他国家银行的资产。结果后来美方也白宫正式的否认，说没有同意，所以也没有所谓这个诚意前提。那黎巴嫩还是继续被以色列攻击，也没有被同意。所以到目前为止伊朗的形容词叫做不急于跟美国再谈判吗？那么谈出的各种建议里，包括要赔偿停止战争、停止攻击但是呢，现在球已经在美国这边分析，尤其是美方西方媒体的评论，大概这个方向，认为美国要务实的看待有关问题，甚至还说在战争决策，美国川普已经犯了前提上的错误。现在如果连谈判决策也犯错的话，伊朗并不急于一定要让谈判成功。那么接下来要继续打下去吗？那么很多分析都认为，像这个是美国的国务院前中东谈判代表，当然了解中东。Miller 说，德黑兰呢还是有很大的4张王牌，有高浓缩铀，实质掌握荷姆斯海峡。伊朗的政权已经在这个被格杀了之后，已经在动荡中维稳幸存了，而且也展现了足以动摇区域安全跟稳定的恐怖能力。所以基本上这些牌让伊朗有自信、有能力，不用立刻的妥协，可以谈下去。但对川普来讲说，没关系谈判破裂了，我已经赢了。听听川普怎么说。We'll see what happens. Look, regardless, we win. Regardless what happens, we win. We've totally defeated that country. And so let's see what happens. Maybe they make a deal, maybe they don't. Doesn't matter.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merica, we win. One other thing that's happened. We win 永远都是赢的川普已经赢啦，那已经赢了就不用担心谈判的结果。所以接下来看美国那怎么做呢？是要离开了呢，还是更布局更多，直接毁灭性的攻击伊朗呢？因为在谈判之前，我们就已经看到了美方在军事调度上面持续向中东部署兵力，那各种的部署都告诉大家说，我如果谈判不成功，我就要动手那卡达也第一次曝光了美军在乌代德基地遇袭的画面里头，看到美军基地被攻击，其中的更多的追踪导弹相关的这个设备都受损严重。那么到底是谁没有牌？到底是谁赢了呢？杨老师。美国当然是输了。美国在战争战略上是军事战略上是输了，美国在政治外交层面也输了，而且输大了。美国在军事战略层面，第一个，它没有造成伊朗的政权更替，真的没有。你把哈梅尼杀了，但他儿子接替，而且更强硬。美国没有造成就是伊朗的军事的失败或投降。他还是很坚韧的在那边逼着反击耶，不得不坐下来跟他和谈。美国没有造成伊朗整个就是失去区域的控制，
它在这边的抵抗之湖还是很坚硬的存在。虽然以色列对真主党的攻击也已经接近第2个加萨，美国也没有使得这个区域的大国的力量退缩。不管是以色列，事实上还是在到处轰炸。可是呢，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对中东的影响，现在反而在这个战争之后增加了。所以美国其实不止在军事上没有达成目标，它在政治上更失去对中东的整个影响。那我觉得这一次范斯的，就是和谈哦，范斯带了300人的团队耶，就来了2天就要回去了，开飞机很辛苦啊。然后呢，伊朗来了70个团队，我不知道他们是面对面的谈，还是网络上所说的，他们其实在各自的房间中间透过巴基斯坦在那边传话的谈，有这种谈判的方式。但不管怎么样，你看将近1天就谈破了，然后呢，范斯可能就要回去白宫。我讲关键就是川普他不退让，目前他觉得大概这是第1阶段，因为我们离7月21号的2个礼拜的时间还有一段时间嘛，所以还有接下来可能不同的回合哈，这个是第1个 round， 然后接下来第2个 round， 这个然后其他的回合相互在试探底线。那这一次呢，大概把这个程序问题厘清，然后呢，接下来试探底线。范斯我个人觉得不太适合真的主导这个谈判，虽然他其实是伊朗这边比较能够接受的，那因为其他的人都没有什么可信度，因为范斯在考虑到他自己的未来的政治的前途啊，他怎么可能在一个他主导的谈判当中，他去接受伊朗的条件？虽然他可以说这是老板川普的意思，但川普翻脸跟翻书一样，就这个范斯这边答应的。就个人而言哦，范斯绝对不会让这个谈判有太多的进展。虽然他其实觉得他必须要谈判，那我也觉得他跟川普大概也担心他们的金主们会不高兴，你退的太多了。还有呢 ，MAGA 的支持者会不会担心？可是关键是，基本上伊朗有3大优势，正如这位美国的，就是前中东谈判代表已经指出来。第一个优势，它有地缘上的优势，它在一个高原堡垒上，然后呢，美国没有办法去打全面的战争，地面战争，这美国现在不会做，所以大家放心，真的战争再起，很可能相互的可能在彼此交换一下飞弹跟无人机，但是呢，夺岛或者是地面战争、全面战争，那如果要发生，老早发生了。那第二个，伊朗的优势呢，就是它有这么多有效而且准确的弹道飞弹跟无人机，而且真的有用那目前据称它还有数千枚弹道飞弹，那有一些可能重要型号的，比如说重量级的打到以色列的核弹基地的，它还有一些。那第三个它的优势，它就是掌控荷姆兹海峡。那真的没办法，荷姆兹海峡最窄的地方33公里，从哪里到哪里呢？从台北火车站到桃园火车站，差不多33公里可能再近一点这样子的距离，其实你根本不需要什么大军的这个整个沿线的控制，或者是这个占领岛屿，你有一定数量的飞弹就没有船敢经过，所以美国也没有办法去做怎么样的护航。所以这3个因素使得我觉得伊朗在这一次的情况之下，美国不愿意也不敢打全面战争，因为会损失太大，不止美军可能会失败，整个国际的能源经济也会落陷。因此呢，伊朗就有一点以逸待劳就等着你看，我们看第2回合、第3回合你接不接受？我个人觉得他现在在核武上是愿意退让，但是他要保持浓缩铀。然后呢，他在荷姆兹海峡的航行上，他愿意退让，但是不是回到2月27号以前，而是呢某种程度伊朗的掌控，甚至收费。以后就叫做这个德黑兰收费站或者是说伊朗收费站。如果你这些船只要经过的话，那当然联合国海洋法所规定的国际海峡的相关的规定那伊朗说没有这回事了，因为你都打我人都战争了，我不会这么做。那因此呢，伊朗还要求什么呢？他要要求美国要解除这些制裁还有这些冻结的财产。那我觉得这个容易做得到，那这是美国愿意让的。伊朗要求美国要做战争的赔偿，这个美国大概做不到，但是呢，某种程度大家可以在这个问题上
可能各退一步。所以我们等待第2回合或第3回合，谁来进行谈判？那这个谈判要有的看。叫别人赔啊，以色列之类的，以色列可以赔啊能办得到。将军上次精准预测，说川普会塔口，在那48小时之后，那这一次呢，谈判谈崩了，那会再继续往下谈。那 Vance 这个谈判的成果带回去，川普现在已经说胜利啦，有没有可能他真的拍拍屁股就说我已经赢了，我就走了吗？我觉得会再谈啦，这个双方来讲，第一次不可能这么大一场战争，说双方第一次就大家完全都同意对方的要求那就握手言和，我觉得不太可能了由于这件事情非常的复杂，当然，但这种状况之下，我认为双方把这个带回去之后，然后就一步一步慢慢来嘛，反正这个谈判就跟这个做生意一样，漫天开价，就地还钱那双方来讲，之后会不会各退一步？但是如果说我们从这个谈判整个过程，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美国这次真的没有赢，因为我们经常讲一句话这个你在这个谈判桌上面你想要到的，你必须要在战场上面得到；你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你在谈判桌上面你也要不到。我们这次看到美国所提的条件，没有一样伊朗是答应他的，也就是说谈判桌上面他得不到。为什么谈判桌上面得不到？就是因为他在战场上面没有获得一个决定性的胜利，所以伊朗在谈判桌上面是丝毫不让。你看我们讲说最重要的一个，不管是这个核武，他叫伊朗要交出来。其实我这边要说明一下。美国要交伊朗交出来，双方其实有空间他叫他交出来是这个包括浓缩铀整个要交出来，但是伊朗说我这个铀是我的作为发电用、民生用的，不是拿来做核武器的双方来讲，这有认知有差。那第二个，我们讲到在荷姆兹海峡，这也是双方争议一个焦点。美国说你必须要完全开放，但是伊朗说这个荷姆兹以后海峡就归我管所以在这双方都没有这个达成一个共识，可见的双方谁也没有赢，谁也没有输。那是不是在战场上面也是如此？那我觉得伊朗在这种情况下，它这个关键的浓缩铀来讲它是不可能交出去的。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比喻来说给各位观众听。伊朗现在站在伊朗的视角我这个浓缩铀，我是煮饭家里面的瓦斯桶，但你美国你跑来说，你家里面不可以放瓦斯桶，你放瓦斯桶会万一放火会将周边的邻居烧掉，所以你要把瓦斯桶这个交出来。不但美国跑去叫人家要把瓦斯桶交出来，还拿着枪去逼人家。那你想想看，伊朗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唯一自保就是这桶瓦斯嘛。你跑到我家来，我就引爆，到时候我们这个玉石俱焚伊朗现在是这种想法。我如果交出去以后，不是予取予予更危险。那美国更有意思的讲一句话，他说：“你把瓦斯桶交出来以后，你要煮饭我煮好给你吃，我给你必要的这个铀原料，让你可以做核能发电。”但是伊朗会心里想说，那你如果哪天说翻脸，你不给我这个铀的话，我的能源完全掌握在你的美国手中，我根本就不可能信任。怎么可能？但是更糟糕一件事情这个就伊朗的角度，这个强盗不但拿着枪逼着他把这个瓦斯桶交出去，还跟他这个川普还讲什么？这个你们家那些金银财宝，就是那个石油都归我的，因为我是战利品，我既然打赢了，你这个8000亿桶的地底下的石油都应该归我来采。那不是明目张胆跑到人家家去抢劫吗？然后说人家家的东西都是你的战利品，所以我认为这场谈判来讲，破局是我们意料之中的啦。但是我个人认为，说是这个所有历史上面所有战争到最后都有结束的一天那当然双方来讲，现在我们如果说按照这种方式来看的话，美国提的伊朗没有答应，伊朗提的美国也没条件，也没有同意那是不是两个国家在谈判桌上面谈个这种情形？就很明显的是在战场上面彼此到目前为止都是打得这种精疲力尽所以互相都不答应对方条件。那我想说之后有可能再谈，那大家后续我们再观察会不会再各退一步然后取得一个这种共识达成和平的协议。林老师，我想第一个范斯当然是被这个伊朗比较信任的美国的这个谈判的对象。但是范斯也大概也会考虑到，他今天到这个伊朗谈，如果感觉上面他让川普不太开心，他也很麻烦。如果让大家觉得说他顺利谈成了，然后结果对他的选举可能不一定有利的话，他也不愿意谈成我觉得这个是范斯比较尴尬的地方。但是根据我们从这个半岛电视台他们的新闻来看，就是伊朗最主要反对
这个谈判会破裂的原因是说，好，之前我们提出了很多的条件啊，包括这个浓缩铀的问题。那浓缩铀的问题，军事核武的，那大概伊朗愿意让步，可是好像美国还要求连我们讲说医疗用的都要逼着不能有啊。那所以让伊朗会感觉到就是说，哇，你跟你刚开始讲的那个条件又不一样了。哦，我觉得这个就是川普认为说他谈判的时候啊，就是可以随时改变他的新的条件。那对于伊朗这种国家来讲，我今天跟你坐下来谈，我们原先同意要谈的东西，应该就是按照那个剧本来走。结果你忽然又多出东西，当然会造成谈判破裂。但是根据我自己做非洲研究，很多的战争，内战也好，或国际冲突也好，都会有这种谈判嘛，啊，然后希望能够先停火。所以我跟我的学生在讲，我说他们天天一下换一个国家，所以你那个首都全部都记得了。所以一样啊，巴基斯坦、伊斯兰巴德这边，然后大家可能会就记得这个，以后再换另外一个土耳其啊，安卡拉，大家可能也会记得。大概这个，如果你从美国官员透露出来的，说2015年奥巴马谈那个好久才谈出来的，哦，你们现在川普以为像做生意一下就可以谈得出来吗？没有这么快的。川普不能用做生意的方式来看政治谈判，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是长期在政治圈、外交圈的，外交圈是多有耐心的在谈一些事情，然后川普是一个做生意，马上就要有速战速决，要有结果。我常常笑，他们就是那个叫做立竿马上要见影，对不起，没有那么快的啊。那你要是要求伊朗能够做出什么东西，我觉得太不切实际。那今天看起来这个结果，我觉得也蛮正常。那川普现在最大，他不管他怎么讲说他赢了啊，但是我觉得最重要一个就是战争之前，我们讲说，如果说打完战停了，然后回到战争之前的状况，那就是双方都没有赢嘛，啊，就是回到战争之前的状况。可是现在有一样东西就不是战争之前的状况了，就是荷姆兹海峡，荷姆兹海峡，对不对？你今天川普在这个之前，伊朗有控制荷姆兹海峡有封锁吗？没有，现在忽然有，而且还在那边又透过封锁荷姆兹海峡，可能还收益啊。那我觉得这个是你美国就这一点就输了。你说，哎，他战争之前他就是对黎巴嫩真主党对这个也门的这个胡塞组织有支持，现在还是一样，那这也没特别的改变。那他的这个飞弹还是打得蛮远的。这个也大概都差不多，但是你多了一个荷姆兹海峡，你就是输。所以川普，对不起，你再怎么吹牛啊，我觉得大家平常观察的人会看，你大概真的像主持人一开头讲了，搞不好没牌了。川普赢了吗？光是越打越寂寞这件事情，身边都没有朋友、没有战友要帮他之外，连以色列都管不住了吗？打了个电话给纳坦雅胡，说叫他自制一点。不过说真的，看到这当中川普的用语的时候，我都还觉得已经是他对所有人最客气的一个形容词哦。那因为呢，纳坦雅胡已经公开在宣布他也胜利了，因为成功的摧毁了伊朗核子跟弹道飞弹计划，伊朗已经没有任何一座仍在运作的浓缩设施，那不是就已经不需要在伊朗在谈什么了吗？那因为川普打给纳坦雅胡那个电话用词真的很委婉很客气，他致电纳坦雅胡，要求他在每一周六巴基斯坦展开高风险谈判前，成为一个有帮助的合作伙伴。当然，有些用字遣词都还蛮客气了。我已经跟他表示希望他能够低调一点这种形容词。纳坦雅胡则是说，鉴于黎巴嫩一再要求跟以色列展开直接谈判，所以我昨天就是你们要我谈吗？一直来拜托我吗？好，我已经指示内阁尽快启动跟黎巴嫩的直接谈判，马上应该是明天后天就即将要在美国来国务院这里来双方来谈。但纳坦雅胡说，这个要停火的谈判条件，因为虽然两方都说你如果不停火你继续打黎巴嫩，我就不跟美国谈了，说最后还是坐上了谈判桌，那也后来不欢而散。那因为以色列还继续打呀，那他甚至讲，如果我要去美国谈，我也一样继续打，我没有要谈停火哟。所以呢，唯一的条件针对黎巴嫩政府有关启动直接和平谈判的建议第一个是要解除真主党的武装，第二个要达成可持续好几代真正的和平协议，然后消灭真主党。
这种谈判都是已经把底线拉到根本没有可谈性哦，把这个筹码全部用掉的概念。所以恩塔纳亚胡非常的强硬，他甚至在国营的媒体相关上面的画面直接指着中东地图，看到这个画面啊，中东地图告诉大家，尽管美伊还在进行和平谈判，那战争还是会继续，还要继续包括打黎巴嫩或是对伊朗的攻击跟冲突。他说以色列已经被旁边这么多红色区域，这么多的国家团团的包围住了，我们是为了要生存而战啊。那以军打击的对象200多个黎巴嫩真主党的目标，他说会继续打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打的是什么？是平民老百姓的住宅、住所，或者是真正民生在使用的物资跟设备。所以他还是继续打，所有的画面通通一直出现在世人的面前，被形容叫做种族屠杀了吗？哦，这个像黎巴嫩真主党使用这个 FPV 也是回击。但是呢，现在在黎巴嫩南部的一栋有以色列士兵的房屋，画面上公布出来也一样被打的算是也继续在被攻击当中，双方完全没有停火的迹象。但是呢，指控以色列不断的空袭，造成黎巴嫩现在伤亡人数是快速攀升的。我们昨天节目上还讲1000人，现在已经快速攀升到2000人的这样的快速的数量，2000人的死亡，6436人的受伤，表示这个战事扩大的攻击有多么的大。甚至黎巴嫩部长，这里卫生部是表示呢，连这个攻击军方的地方设施呢，连救护站、救护人员都打，以至于造成了很多医护啊、平民老百姓啊，通通都受伤了哦。黎巴嫩公共卫生部还公布了这个所有的最新消息之外，已经指称这个就是种族灭绝。而美国的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Hammer 哦，他也特别站出来了，因为他说，居然这样的声音在美国是少数，大部分知识分子是噤声的，说美国对跟以色列这些所作所为，跟协助犯下种族灭绝的罪行，几乎是一言不发的。以色列打这个黎巴嫩打到这种程度，主流的学界居然敢站出来谴责的人也不多。他真的就问一句说：美国到底怎么了？4个层面哈。第一个，就内塔尼亚胡的个人，他是一个战争罪犯。那联合国认定，联合国认定的是，基本上他对加沙的战争，以及对整个伊朗连续几次，而这一次很清楚，他是引导着川普进行到对伊朗的全面性的轰炸，而正在谈核子问题、浓缩铀问题，都快要谈成功了。伊朗愿意放弃核武，把60%的440公斤的浓缩铀拿出来稀释，那就表示说，只是要用为做民用的核电厂的发用途嘛。因此呢，哈梅尼跟48个高层聚会讨论这个决定，然后呢，以色列跟美国就决定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要把它干掉。他以为是这样就可以改变伊朗，然后呢，出现亲美政府，证明是不可能。那本来46年来，从1976年到现在，美国的所有的军事跟战略专家都警告，不可以跟伊朗发动全面性的战争，因为打不赢，而且会被伊朗倒过来。那个时候还没有飞弹或者是无人机这么多的这个因素，但是呢，赫姆兹海峡就影响很大，而地缘上的因素，那也是一个伊朗的优势。所以纳坦雅胡他个人，他从政30多年一直都是如此，而他这2天在要求以色列的总统，以色列有总统虚位元首，但是以色列总统有什么权利去赦免？他要求以色列总统赦免他的贪污案的起诉，他被贪污案严重起诉，所以他个人有贪污案，他10月7号如果选举，他可能就没有办法连任。他个人的因素使得战争变成这样子，这第一个个人。第二个，我觉得也就是内塔尼亚胡所代表的是叫做犹太复国主义这样的一个说法，基本上就是大以色列，尤其是针对在以色列对以色列有威胁、有这个挑战的，从过去的几场的中东战争到过去这20年，主要都是针对伊朗为主的什叶派跟伊朗民兵、叙利亚然后真主党以及青年军或胡塞组织，现在那就是他所画的那张图嘛，他所显现出来的那张图。
因此你现在看到就是整个犹太复国主义哦，其实我觉得走偏方向了，因为有些人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就是锡山主义啊，就是这个所谓的就是整个美国认为这个上帝的意志，所以在美国，如果反犹太复国主义就是反锡山主义，就是反犹太。现在这种说法就被人家否决了，但很多人不敢大声讲，因为有第三个因素，什么因素呢？那就是有非常强大的以色列游说团、金主团，对于选举，然后对于西岸的政治人物跟媒体自己掌控的媒体。自己掌控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企业，一个赌场的这个老板捐了数亿美元给美国的共和党，那他就是要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然后呢，你看到第四个因素是什么因素呢？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整个回过来看，以色列跟内塔尼亚胡也不就是一个西方的棋子吗？这几十年来，也就是放在中东地区对抗整个穆斯林。或至少是什叶派、波斯为主的一个棋子，然后在这边让中东分化，让中东陷入战争。但是中东又掌控了能源，所以呢，就整个大军进入。现在你终于把那个潘多拉盒子打开，也就是你打了伊朗。现在怎么办？以色列根本是西方在中东、在穆斯林的一个棋子。在打一场长期数十年的代理战争，所以现在是棋子倒过来控制了美国吗？那么因为以色列现在对于黎巴嫩这种攻击跟轰炸，已经是灭绝式的攻击，那个人数快速攀升到现在2000多人死亡，6000多人受伤，还要继续打下去，他扬言不停火呀。以色列这个国家他赢了战术，但是会输了整个国家的命脉。第二个，我觉得纳坦雅胡现在明显将他自己的官司跟国家的战争机器绑在一起。为什么我说他赢了战术？确实是如此。我们看他这个从中东5次的战争到最近这一次他去攻打黎巴嫩然后甚至于这个攻打加沙地区的走廊那当然他战争他是战无不胜了。可是你要知道，你这个国家以色列这个国家，当初大家是因为同情你。在二战的时候被这个纳粹所屠杀了嘛然后在这个全世界流浪了2000年，让你回到这个土地上面，其实这个土地也不是你的土地，这原来平安亚人家是巴勒斯坦的土地，然后你硬说是你的土地，你在这个地方让你建国，你建国之后你不好好跟这边的这种民众大家能够和谐相处，你反而在这边这个施展你的拳脚。这边一下子对这个种族，对加沙地区也是种族灭绝，对北边也是这个残忍无比的屠杀甚至于对远方的伊朗，你也不放着公司拉着美国去帮你打。那试问一下，一个这种民族，短期之间你可能在军事上你可以借着你的军事强权获得胜利，但是长期来讲，我觉得这次尤其是说纳坦雅胡对加沙地区的种族灭绝的行动，甚至于这次对这个黎巴嫩南边的这种战争的行为我觉得已经让全世界的人对他的这种当年在犹太被屠杀的那种同情心已经耗光了，已经耗光了。第二个来讲，这个纳坦雅胡为什么现在急着要继续去打黎巴嫩？因为如果说战争一停下来，那极可能这个官司法庭就恢复开始作业。在法庭开始恢复审理的时候，第一个就是纳坦雅胡会不会他的这个腐败、贪渎、诈欺等等的案件被审查的话，官司如果说判下来，他有罪的话，就必须要去坐牢。所以纳坦雅胡现在很明显了嘛，他借着不停的打仗，让这个法庭没有办法正常来审理。但是你要知道，我觉得这次以色列确实是踢到铁板，以前他可以所向无敌，但是这次我觉得他踢到铁板。为什么呢？第一个，你看他对伊朗来讲的话，跟以前的战争形态是完全不同的。以前他凭借着强大的地面的这种战车部队，还有这个很好的战机美国提供给他很好的战机，在中东这个地方包括周边的国家了，包括埃及、这个叙利亚这些国家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可是这种武器这个你现在面对的伊朗的导弹来讲，可以你一点皮条都没有。刚开始或许你可以说你有很好的拦截导弹，歼2、歼3或者是大为投石，美国的萨德、爱国者等等这些拦截系统。但是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拦截率已经很明显的这种下降原来伊朗的导弹突穿率只有3%，现在已经突穿率已经到27%了，
整整增加了9倍。那这是第一个战争形态不同。第二个，你打黎巴嫩真主党，你认为人家是卤肉饺很好打，你去年用这个摩萨德用 BB 扣把人家很多的领导干部都一口气斩首，但是这次黎巴嫩真主党抵抗的是非常非常的激烈，可能大家不知道他抵抗到有多激烈。他每一个上战场的这个勇士身上都带着遗书身上都已经把这种裹尸布带在身上，就是我就准备死了以后，这布裹在身上，我就准备这个埋掉了就不准备活着回来。为什么会这种情形？因为黎巴嫩真主党他们很清楚，如果这场仗他打输了，他们将整个会重蹈这个加沙走廊的覆辙，会被种族灭绝，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小孩将会被这个屠杀殆尽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黎巴嫩真主党这一波的打击有勇有谋，有他的智慧，有他的战术。所以以色列在黎巴嫩这个南边这边，他事实上军事上面也没讨到很多的便宜。战争非常残酷，你看一下子有这么多平民老百姓丧命了，但难道纳坦雅胡是用别人的命来换自己的政治前途吗？严老师？我觉得当然，今天纳坦雅胡刚刚前面2位都讲了他自己的官司，今年的选举然后再加上他一个对于他们复国主义的一个执着那可是事实上，在美国现在来讲对于纳坦雅胡，不仅是过去有很多的我们讲说民主党支持犹太人的，支持这个以色列的，都已经稍微立场有些改变。我觉得最明显的几个就是对2028年总统选举有兴趣的加州州长 Newsom Gavin Newsom， 他说我不拿这个犹太人这个游说团体 IPAC 的任何1毛钱，然后再加上伊利诺州的州长本身还是犹太人的这个 J.B. Pritzker， 他过去捐很多钱给这个组织，因为他很有钱，然后他现在当州长，他也要选2028，跟已经完全切割了就是跟这个你知道，就是我们不要把美国的犹太人当作全部都是支持复国主义，有一些是那种愿意做我们叫做离散主义的，就是愿意就是我就既然就像侨胞嘛，就是我既然在哪里定居，我到加拿大，我以后就是加拿大人了，我到澳洲就是澳洲。那很多犹太人在美国也是觉得我们就是变成美国，不要每天思念，还在跟以色列在那边挂钩那特别是今天这个以色列现在的行为，已经变成是你从受害者现在变成加害者，让他们过去累积的那些所有的这个道德的形象资本全部被你用完了。所以我觉得这是纳坦雅胡的一个大的问题。那美国你说是不是有学者愿意出来讲？我觉得除了这个Mearsheimer 之外，我们常常看到其他也有很多的学者是愿意讲，但是呢他们也还会担心另外一个问题你今天我出来讲了，我没事，我的学校有事我的学校说你们怎么允许这种老师来讲批评政府，然后川普又要砍你的经费。所以我认为就是说会讲话都是叫做我们常常讲叫做阳春教授，因为他不太在乎你。如果今天做了行政工作，你就比较麻烦了，因为你必须要面对这个学校，然后会不会经费会少等等。所以川普也是用这一招嘛。你看包括媒体他也是一样，就是大部分的记者谁会去鸟川普？但是媒体的主管觉得说我还是要稍微不要得罪他，所以有些新闻就尽量不要报吧。这是言论自由的美国，何其荒谬！